很多上班族吹冷气头痛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上班。这是不要上班，这个不可能的。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解除身体的3种疼痛：肩颈酸痛、腰痛、膝盖痛。往外慢慢的打开，小腿平行的伸直，再弯起来。胡大哥开讲了，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这一集要和你分享：一、肩颈酸痛按摩也没效，一招快速舒缓；二、肩膀酸头痛按一穴加它，效果加倍；三、腰痛膝盖痛久治不愈，教你找出元凶来；四、给你独家好康，帮你解决更多的疼痛。你平时都看到我一个人在主讲，或者是我跟我的岁末一起在这里聊健康。可是呢，今天我们的小编想通了，他邀请了一位又年轻又帅气的医生来上我的节目，他就是黄宪明医生，欢迎阿明塞。胡医师好，各位胡医师的老朋友们，大家好。阿明塞又年轻又有为他也是许多大明星的御用医生哦。今天我邀请阿明塞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解除身体的3种疼痛：肩颈酸痛、腰痛、膝盖痛。这一集内容非常的精彩，请全世界各地的粉丝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出去。肩颈酸痛按摩也没效，一招快速舒缓。阿明塞我跟你说我们的小编有做个调查，他说我们的粉丝们最希望听到你讲的主题嘛，就是你知道啥吗？是什么？好好奇哦。你怎样保持这么年轻美貌我是觉得那个学中医的人应该都很懂得怎么让自己保持在神清气爽，然后很帅那么帅。我也希望我未来可以到胡医师的年纪的时候，还可以像你这么帅。好，那当然不只是学中医的人都紧睡常常看我的频道认真养生的你，男的变得更帅，女的变得更美。还是回来讲正经的我的粉丝最关心的健康话题，第一名是肩颈酸痛，因为我的频道里面有很多的阿公阿嬷呀，这个他们的肩膀肩胛头家常常都是说不爽快被送了。肩颈酸痛中医看呢，好像是说风寒湿入侵了，对不对？风寒湿最有关系，因为风寒湿呢进入身体来的原因可能有2个，一个是姿势的不良，一个是维持某一个姿势太久了。姿势不良呢，你经常低头滑手机，同一个姿势维持太久，结果脖子变得又僵又硬，又容易气血循环不良。这个时候吹到风怎么样了？肌肉就会收缩的不那么利落，而且僵硬，气血流通就更差，造成脖子更酸痛。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过度使用，像是搬重物的送货员他们都是长期的肩膀出力造成肩膀酸痛僵硬绷紧，然后呢又因为热，所以总喜欢吹个冷气，一吹冷气一吹就是直接对着吹，风寒湿从脖子就进来了，也会让肌肉更僵硬。阿明塞你看这种情况你怎么讲？怎么来想办法解决他们呢？一句话去解释肩颈酸痛我会说肩颈往往是被害者。在中医其实很讲究因果，肩颈酸痛是个果，中医呢往往会去看是什么因产生这个果。对，好，那所以它的因呢就是风寒是不是？对，而这其实风寒湿之前还有一个因，对不对？没有错。我知道胡医师的老朋友们呢都是一个经典中医的一个爱好者，所以我想用筋经的角度来讲今天的分享。筋经我先插一句话，筋呢有12条筋，然后它筋呢每一条筋上面又有所谓的筋经我们从筋经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生什么病，而且在这个筋经上面也可以治疗病，是不是？没有错。如果肩颈酸痛，它的因常见有3个来源。我先提第一个是手的筋经就常见是手3阳的筋经，它上我们的肩颈，甚至到头。手3阳呢就是太阳、阳明和少阳。太阳呢就是小肠经，阳明呢就是大肠经，还有少阳呢就是三焦经这3条经络，大概我提一下子。哎呀，胡医师补充的实在是太完整了那第2个来源呢是从脚来的，许多人他的肩颈酸痛呢常常跟他脚踝扭伤有关。其实许多人他下肢的旧伤产生他颈椎的问题，其实在我门诊算常见了，那也容易被忽略。第3个来源呢是来自于我们内脏的筋膜它的拉扯。其实筋经
跟筋膜他们讲的概念哦，就是讲空间。我们的皮肤到骨头呢，这一些空间松松的啊，有一些气血的流动，都仰赖空间。要是一些地方紧了、受伤了，它就没空间，会扯住了。好像我现在这个衣服呢会扯住啊，那这边就会紧绷了。所以在内脏的方面，如果它有一些肿胀啊，或者是发炎啊，它也会慢慢的除了它，比如说肠胃发炎，它除了肠胃的症状，也容易引起到一些肩颈啊的酸痛。哇，从一个肩颈的疼痛就找出来了手上面的问题、脚上面问题以及内脏的问题。太好了，阿明塞啊，你能不能够跟我们讲一下子啊，有哪些动作可以来让它舒缓一些？好，我可以来分享一个舒缓肩颈酸痛的公操，那是针对我们叫手三阳经筋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它特别对于一些上班族哦，我常常久坐，或者是一些妈妈要去菜市场买菜啊、做菜啊、抱小孩，常常有些手部、肩部很劳动的人，他产生的肩颈酸痛，它会特别有效。我来教大家开臂的这个公操。开臂的公操呢，可以去放松手三阳经筋对于肩颈的这个拉扯。怎么做呢？第一个步骤是把你的双手往前抬平，有点像那个僵尸电影一样哈。第二呢，肩膀也要保持放松。千万别耸肩哦，那就真的变僵尸了。好，要保持放松。第三，把你的手肘往内旋转到平行面对面，再把你的手掌转到也同时面对面。如果你已经达到了这个状态时呢，我们就开始来开臂了。方法很简单，保持这种手肘可以往内转的感觉，手指张开撑紧，往外慢慢的打开，开到最开始，你应该会感觉到。手指会有紧绷感，然后再往内慢慢的再回来，要尽可能保持手肘、手掌面都是面对面的状态。开臂的速度总共一个回合要20秒，开10秒钟，合至少要10秒钟以上，好，不要太快。在这一个来回的步骤中呢，我们叫1回合，请你呢至少做10回合以上。阿明上这个公操啊，哇，精湛。那假如说啊，我们平常打电脑啊，或者打游戏哦，打到肩膀很酸啊，我们就来做一做这个公操。做完阿明山教的这一个舒缓的公操以后呢，有什么感觉？是不是让你的脖子更轻松了？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哦。肩膀酸、头痛，按一穴加它，效果加倍。我在临床上看到，就这笑脸郎啊，他们坐办公室，冷气的风啊，直接吹到肩膀啊，直接吹到脖子，吹久了之后，脖子就开始僵硬了、酸痛了，甚至于头壳都会丢痛。这个我知道，很多上班族吹冷气头痛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上班。这是不要上班，这个不可能的了。哎呀，那这样子，胡医师，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些年轻人，他肩颈再舒服一点呢？来，给你一个 bonus， 你可以按一按尺泽穴。尺泽穴在哪里呢？阿明在，我们一起来示范给我们的观众们看好吗？那这个尺泽穴啊，它的位置呢，在大拇指这条线上的这个手肘的横纹啊，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呢，这样压按一下，就在这个横纹，就在横纹上头呢，这样子轻轻压按。这样压按的时候，你就动一动你的这个膏肓穴这个位置，以及摇一摇你的肩膀，摇一摇你的颈子，这样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快的就舒缓了。这一舒缓呢，连头壳丢掉马西亚一塞，被减轻了。你头上面之所以痛，常常都是因为它血液循环供应不良，因此呢，你这里让它血液供应良了，它就自然就好了。这边呢，我蛮同意的。比如说，那个我临床上治疗高血压，我发现很多人高血压反而是血液循环不良。对，是的，对，身体就需要一个更高的血压来提供脑部。对，这就是高血压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哇，那相信啊，有肩颈酸痛困扰的朋友，除了前面讲到那开臂公操，再加码按按尺泽穴，相信啊，这效果会相辅相成哦。腰痛、膝盖痛，久治不愈，教你找出元凶。哎，阿明赛啊。我们的粉丝啊，最困扰的疼痛还有腰痛啊、膝盖痛啊，很多勤劳的那些妈妈们啊，忙着洗衣服、扫地，经常的腰酸背痛、酸痛的贴布啊，贴了一大圈儿，还是痛的不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们吗？哎呀，这最好的方法就是那个3机救人生哦，洗衣机、扫地机器人，让妈妈们不要那么勤劳啊。但如果真的呢没办法，我还是习惯得自己做，闲不下来的话呢，我想要先有一个观念，就是
我们人的痛处啊，不一定等于伤处。也就是说，有时候呢，腰痛我们直觉是痛哪医哪，就在那里按摩按摩，治疗腰嘛哈。那有好的话就恭喜你，但很多时候只从腰治疗，它好了不完全，甚至没有效果。那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回到我们提过的一个概念哈，就是筋还有空间的概念哈。所以腰痛啊，我们常常要考虑到脚。这些从教导我伤科结构空间这些老师们的经验，还有我在临床上的观察，其实都有发现到这件事情。我临床上常碰到这种案例，有一位阿姨啊，她那个腰椎盘突出，她开刀完之后呢，虽然勉强可以走了，可是那个酸痛感还有她的无力感，其实一直好的不完全。对，这个在西医上啊有一个名词叫腰椎手术失败症候群，有可能是反映她的痛处不一定等于伤处。对，怎么说呢？当我找到她的时候呢，她的腰是痛处。但是他伤处其实还是来自于他的脚，他多年前脚受伤，脚歪了，然后在一个歪掉的这个结构之下呢，他去工作，照顾家人、洗衣服，还有抱小孩，那这个磨损就特别大。所以他针对这个腰的果去做手术之后呢，改善的到这个幅度而已了哈，改善有限。真正的因在脚，帮脚调整之后，隔天他很开心的讯息跟我说，黄医师，我可以自己从床上坐起来，不用吵我先生。然后呢，自己到厕所上完厕所以后，再自己从马桶上站起来。那他的先生醒来发现太太不在身边时说：“你在那边干嘛？”他那个阿姨竟然高兴到流泪了。哇，这么简单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小事，竟然在某些人身上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也很感动，我也拿这个。我听了也都感动啊！爸爸妈妈如果生病了，家里的氛围啊也就变得很低气压了，对不对？假如说是最后能够得到缓解，那家人的压力也就减轻了。学习一些治疗的方法，其实是孝顺的表现哦。是啊，所以说呢，家里有病痛呢，其实也别担心，我教你一个腰痛的测试方法，帮你找出真正的伤处。第一是我们测试左脚，把左脚呢脚跟留在原地。脚尖往外开60度左右，比如说你是往后仰会受限。如果有些朋友发现你脚转开的时候，往后仰好像松开了，或往前俯松开了，没有全好，但是有变松，达30%以上，代表你的左脚跟你的腰有关联哦。不是左脚的话，我们试试看右脚，好，再往后仰，好，或往前弯。如果有其中一只脚打开，对你的腰有放松的感觉，就代表脚有跟你的腰有关联，接下来做这个弓操就对你的腰有帮助。阿明赛尔刚才介绍的测试的方法，你学会了吗？学会了以后，请你帮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检测，找到真正的伤处。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帮你省钱，避免你用了错误的方式治疗，花了一大堆的冤枉钱，病还没真正治好。找到真正受伤的地方呢，阿明赛尔，你有没有什么舒缓的方式可以教我们呢？当然有了。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借由松开我脚的筋膜来改善我腰痛的弓操。屈伸膝的做法呢，是我邀请你躺下，两脚屈膝，接着呢，我们拿一个弹力绳，或者是家里呢，可能男性都会有个皮带，我们把它调成你骨盆的宽度，然后套在你的足弓上，也就是你的脚掌脚尖到脚跟中间一半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会希望你把2个小腿往外撑开。让你的脚尖是微微往内的，好，撑开它，让它一直保持着有一个张力，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好，那撑开的同时，也希望你可以保持2个小腿是平行的。保持在这个感觉之后呢，你会发现到小腿的外侧，尤其是足少阳筋的地方呢，会有被拉开的感觉，微微的紧绷感。不要太紧，就保持这个紧绷感就好了。接下来要在这一个状态之下呢，把膝盖伸直再弯曲。好，我们开始吧。我们呢保持皮带的这个张力，小腿平行的伸直，膝盖要一直贴到地板，完全的打直。好，再弯起来，没有错。做得很好的地方在于它的脚跟一直都在地面拖着，脚跟不需要起来，伸直再弯曲。这个做的就非常好了。至于要做几下呢？初学者这个动作我会建议你第一次就练30下。但如果你熟练了之后，相信10下到15下左右，它就可以把你的腿部阳面的筋筋给打开了。我们再多做几下。好，很好，再弯起来。好，以上呢就是这个屈伸膝弓操，分享给大家。刚刚提到的膝盖痛，很多膝盖痛的人，大多数也有腰部痛的问题。阿明赛亚，你的临床经验怎么看？
我的临床经验上，膝盖往往也是一个被害者。那膝盖呢，它通常是脚踝、小腿的扭转，再加上髋关节跟大腿的扭转，两个呢扭住的这个扭力不一样的时候呢，就产生膝盖的这个磨损。有时候呢，我们膝盖痛，除非这个人他真的有膝盖的外伤，比如说直接车祸啦、跪倒啦，不然的话，他的膝盖痛，尤其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我常常会从他的脚踝、髋关节这些跟膝盖邻近的邻居开始治疗，把这边都舒缓它，调整了，最后呢，我们再来治疗膝盖才会效果好。所以有膝盖痛困扰的人啊，可以先试试前面提到的屈伸膝的弓操，你先放松小腿，给你独家好康，帮你解决更多疼痛。我的粉丝啊，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舒缓他们的这些疼痛吗？当然可以啊。我最近推出一堂线上课程，叫做阿明师的空间结构还原术，就能帮助你会带你呢去讲这个背后的理就是并不是弓操打遍全身，而是先一步步的检测你的痛到底是来自于哪里。从肩颈痛、高肓痛、下背痛，有19种常见的疼痛，19种疼痛是。那告诉你背后这个道理，去检验出你是来自于手的筋筋、足部的筋筋，还是来自于内脏，再用分门别类的弓操教你怎么去缓解这些疼痛。所以说呢，你会学到怎么去找到真正受伤的地方。哇，这是帮助别人了，是，而且也可以说是，甚至于找自己的人就帮助了自己了。对，哇，帮人也帮我。对，自助然后才能助人。哇，助人助己。各位，最后再给你一个 bonus， 我特别跟阿明师拿了给你课程专属折扣哦，只要在6月24号之前输入折扣码NAIWEN300马上现折300元。我把相关资讯放在资讯栏里面，有兴趣的人呢，趁现在赶快去下单。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欢迎分享影片或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给我们支持哦。大家拜拜，谢谢。